实不相瞒，我有位朋友被拘留在少林寺，我们前往是想请求少林方丈，请大老人家慈悲为怀，释放我那位朋友。哦，原来不是奔丧，小子，你知道我们的剑法厉害，敢不敢跟我们比一比？晚辈自问不是你们的对手，打过才知道。多谢令狐公子手下留情。他用权力，你们两个的胸口早就变成蜂窝了，还不向令狐公子道歉？今天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公子高招，世界罕有。刚才言语无礼，请公子恕罪。武当派的剑法果然精妙，两位的剑法一刚一柔，一阴一阳，会不会就是太极剑法？令狐公子见笑了，我们刚才使的是两仪剑法，剑分阴阳，不能合二为一。50多年前，武当有2位道长，在2种剑术上花了几十年的心血，自觉有阳有阴，一刚一柔。哪知道遇上高手的时候，还是不堪一击。两位的剑法刚柔并济，的确是精妙，在下心悦诚服。年纪轻轻，身怀绝技而不骄，佩服佩服。对了，令狐公子，你是不是得到华山派风清扬前辈的真传？这位道长目光真是锐利，不错，我的确是在机缘之下，曾经学过丰太师叔剑术的一点皮毛。皮毛？风老先生的皮毛已经如此了得，那我真是要领教一下风老先生的皮毛了。武当剑法果然厉害。丰太师叔曾经说过，天下武术无论招式再怎么精妙，只要有招就有破绽。可是眼前这位前辈居然没有半点破绽，到底是没有呢，还是我找不出来？没办法，就算断了手臂也要救出莹莹，说不定他的头顶中心点就是他的破绽，怎么也要试一试。呀！令狐公子剑术高明，胆识过人，佩服。前辈神通的剑法，承蒙指教，晚辈真是得益不少。令狐公子，老朽有几句话想跟你说，请你跟我过来。令狐少侠，在少年这一辈里，能有你这样的武功和胆量，真是罕见罕见。不敢。晚辈行为不端，声名浪藉，现在又不容于师门，真是惭愧。我们习武之人，行事光明磊落，但求无愧于心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有时候狂妄大胆，不拘礼仪，不过也算得上是大丈夫的行为。江湖流言，有时候并不足信。年轻人光芒太露，实在在所难免。岳先生外表谦和，但是气量似乎不太够啊。道长，恩师待我情同父子，我不想再听任何有关我恩师的坏话。好，的确没忘本，算老朽刚才失言。对了，你学的西行大法多久了？其实我在半年前无意中学到的，但是我修炼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它是西行大法。刚才我和你交战3次，我所使的内力全被你吸走，但是我察觉到你还不会善用这种为祸人间的妖术。老朽有言相告，不知道少侠肯不肯听？道长请说。西行大法临敌交战的时候，虽然威力极大，但是对修炼者本身也是很大的祸害，功力越深，祸害就越大。
少侠如果能够悬崖勒马，放弃所学的妖术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否则也应该从此停止修炼。其实我已经决定了，不会再用它来害人。但有时候我自己也控制不了。少侠这次率众前赴少林，不论哪一方得胜，恐怕双方都有死伤，实非武林之福。老朽这次愿意担当调解，恳请少林方丈慈悲为怀，把《易筋经》传给你，这样就能治好你的内伤。现在你向这些群雄说，请他们解散回家，一场大灾难就会消失于无形。少侠，你意下如何？那少林寺不肯放人银，那怎么办呢？任小姐杀害了少林弟子，在江湖上兴风作浪，为祸人间。方正大师把她幽禁，绝不是报复私怨，只是想造福江湖。少侠以你的人品和武功，和丑眉名门淑女相配呢？何必为一个魔教的妖女，败坏名声，自毁前途？道长，莹莹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好，那我再给你个更好的条件，老朽和少林方丈一起做担保，保证你重回华山派。你相不相信我？如果不能把莹莹救出少林寺，我令吴冲枉自为人。你不以性命为重，不以师门为重，不以生命前程为重，你坚决一意孤行。道长，我这条命是莹莹救回来的，就算将来要我还给她，我也无所谓。好，那你去吧。晚辈告辞了。各位，我们启程。是。喂，那个老道跟你比剑比了这么久，还没分胜负，你就不打了？哎，那个道长剑术很高，再打下去我也占不到什么便宜，不如不打了。哎呀，所以说你这个人真笨呢，这个还没分胜负呢，继续跟他打下去，一定会赢的。那可未必。哎呀，怎么会未必呢？那个老道士年纪比你大，力气自然不如你了。照我看呢，时间一久啊，你一定会占上风的。谁说年纪越大力气越小啊？如果年纪越小力气越大，那小孩子比我们劲儿大多了。哎，是啊，不，哎，那就是说没出娘胎的这个胎儿啊，劲儿最大了。哎，不要吵了，走吧。没说完呢。